个人一直把我们引到这个村子，该不会他就藏在那里吧？什么级别的高手才能有这么大的法力？生死境还是神桥境？我们进村。臭小子，对方高出你至少4个境界，你要去送死不成？书接上回，秦牧在堂屋中挂起剑神背剑图，令众人闭眼假寐，自己则侧身对着房门，瞪大眼睛一动不动。窗外，青山道人召集各路追杀者汇聚村中，饮酒庆贺，只待天亮取秦牧性命。胡灵儿趴在龙麒麟背上，偷偷睁开眼，只见一个个人头无声滚落，那些天人境界的强者，只要踏入院子，便立刻死于非命。仿佛院中有一尊无形的神，挥动无形之剑，割取任何闯入者的头颅，众人如临大敌。一位天人高手剑气如霜，周身银光缠绕，无数细小的剑鱼欢快游动，只要遭遇敌意便会立刻反杀。他步步为营向堂屋走去，然后看到了那幅画中一个中年男子背剑而立，侧脸余光流露出惊天杀意。画中留白处仿佛隐藏着尸山血海，无数强者倒伏脚下，冤魂被阴差擒入幽都，九曲长角的魔神正设宴欢庆。他睁了睁，看到了自己的头颅正从脖子上滑落，咚的一声，人头落地，双眼圆睁。青山道人将那颗头颅抓在手中，看向死者眼瞳左右眼中各有一道剑光，迎面刺来，瞬间夺命。他托起头颅朝向堂屋，缓缓移动角度，看到烛光，看到画的一角，是一幅画，我看到画中人的衣角。另一位高手不耐烦道：何必如此麻烦，直接摧毁房子便是。剑丸腾空，化作粗大剑柱，施展绕剑式向堂屋轰去。青山道人大惊，不要对那幅画动杀意，但已来不及，剑柱在空中静止，寸寸瓦解，剑丸炸开，那高手没心一血，倒地而亡。青山道人暴喝，打开6大神藏，身后龙首神人虚影浮现，手持明镜紧张盯住堂屋。堂屋内，秦牧眯着眼，看到一个身影从画上飘了下来，中年男子背剑，身影颀长，如灵体般飘向院子。他抬头望天，拔剑起舞，低吟浅唱：一剑开黄血汪洋，山河在，心茫茫，左右环顾，故国不在人数就装。刹那间，天地间充满了凌厉剑气，穿梭于时空之中。秦牧紧闭双眼，耳边剑气破空声急促而短促。院外传来怒喝、惨叫、轰鸣，村庄其他房屋飞上天空，瓦解碎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切归于寂静。秦牧睁眼，只见那身影走回，似乎要回归画中，却突然崩散成一滩墨迹。墙上那幅画已变成一张白纸。秦牧吐出一口浊气，安全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翻山。次日清晨，秦牧醒来，发现村庄已成一片白地，只剩下他们这半座院落。他洗漱做饭，龙麒麟迷迷糊糊爬起，看着面前的半斗赤火灵丹，委屈道：只有半斗，我正长身体呢。秦牧大怒：你是长肉。胡灵儿跑回来，气鼓鼓道：龙胖，你今后喝凉水吧。龙麒麟连忙护住饭碗。都天魔王走来，看着秦牧收起那幅白纸画卷，沉默片刻道：画中人是你的家人。秦牧点头。都天魔王又道：画的也是。秦牧再点头。都天魔王说：我并怕他们，不如你解开封。秦牧打断他：灵儿，吃快点，赶路了。一行人进入枯寂岭峡谷天魔教昔日的走私通道，这里山体灰暗，寸草不生，遍地枯树黑土。都天魔王抓起一把土捻了捻，有神魔之血洒在这里，而且血中同时有神性和魔性，很奇特。胡灵儿问：树根会不会成精？都天魔王答道：会长满触手。峡谷中每隔一段路便有一块3、4丈高的黑石碑，刻满镇妖符文。秦牧数了数，走了不到一半，已有46块。来到峡谷中央，一片湖泊出现在眼前，四周雪山环绕，湖边一株枯壁古树笼罩大片区域，而古树和湖泊周围竟密密麻麻立着数百块黑石碑。秦牧等人正惊讶间，湖中传来呼救声。龙麒麟慢吞吞道：湖里有个女子在洗澡。胡灵儿跳到他头上：那是溺水了。
都天魔王也爬上去看，两眼放光。这妖精好看，臭小子，来瞧瞧。秦牧笑道：后面还有追兵，走吧。从黑石碑林缝隙间偷瞄了一眼，胡灵儿对公子信心满满。公子是正人君子。他向湖中喊道：妖精，我家公子不会上你的当，他是天圣教的圣教主。话音未落，湖水滔天，无数漆黑树根如同触手冲天而起，每根触手尽头皆有一个赤条条的妙龄女子，齐刷刷向秦牧看来，无数个声音凄厉尖叫。天圣教，就是天圣教将我镇压在这里，他们用这些石碑压着我的身躯。峡谷中所有黑石碑剧烈震动，碑下仿佛有巨大躯体在挣扎。秦牧这才明白，这些石碑镇压的不是一个妖国，而是一只妖精，一只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妖精。石碑光芒大放，将树妖重新压回湖中，那些女子惨叫挣扎，却渐渐被拖入水底。树妖的声音从湖底传来，充满怨毒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杀光天圣教。秦牧不为所动，继续赶路，必须要在天黑前走出枯寂岭。而此时，龙蛟男、裘月、半痴和尚、蓝雨、袁山、玉娥等追杀者循着震动镜悄悄摸到了枯寂岭。他们看到湖中妖云弥漫，无数声音喊着要杀天魔教主。半痴和尚上前询问，湖中女子浮出水面，楚楚可怜。天圣教将妾身镇压了几百年，妾身与他们不共戴天，高僧若能搭救，妾身愿以身相许。半痴和尚笑道：我是出家人，不要你以身相许，你皈依佛门，助我杀了天魔教主，我便打破封印放你出来。女子又惊又喜，妾身愿意皈依。蓝雨等人正要劝阻，半痴已拔起一块石碑扔在地上。天魔教是魔道，他们镇压的妖精一定是好妖精。诸位同道，帮忙推倒这些石碑，解救这位同道。众人只得上前，合力将数百块石碑一一推倒。轰隆，群山震动，那株古树冉冉升起，树身下一个巨大的黑球不断隆起，无数黑色根须如同蛟龙大蟒般蠕动，根须缠绕之间，数不清的白骨露了出来。半痴和尚毛骨悚然，他这才明白，被天魔教镇压的可能比天魔教本身还要凶恶百倍。快跑！龙蛟男尖声大叫，众人撒腿狂奔，向大墟方向逃窜。脱困了，我终于脱困了！无数凄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，更多的黑石碑倒伏，粗大的触手从地底钻出，根须上挂满美艳女子，笑声回荡在山谷中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小和尚，我终于又可以吃人了。秦牧等人早已走远，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一切。枯寂岭峡谷中，那株古树已经完全脱离地面，无数触手在空中狂舞，如同一座移动的妖山。追杀者们慌不择路，拼命向大墟方向奔逃，却不知自己正将更大的灾难引向前方。而那片覆盖延康国的阴云，依旧沉沉地压在天空。